视频演示用到了2毫米的空心棉以及3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后，绕线圈钩织7个短针。7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增加7针，钩织14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3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。第2针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每隔1针增加1针，同样增加7针，钩织21个短针。第3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4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。第2针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第3个针目上再钩织1个短针。按照前面这4针的顺序循环7次，一共钩织28个短针。第4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5圈首先锁1针，前面按顺序钩织3个短针。第4针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按照3个短针1个加针的顺序循环7次，一共钩织35个短针。后面第6圈到第12圈，按照前面的规律继续加针，每一圈各增加7针，加针到84个针目。第12圈结束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后面继续钩织包身的部分。第1圈首先钩织4个锁针，相当于1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1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。后面空出3个针目，下一针同样钩织1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。在同一个针目内再钩织1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。继续空出3个针目，按照前面的钩织顺序循环1圈，一共钩织21组微型针。第1圈结束，在开始的第3个锁针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换绿色线，粉色线不需要剪断，留在内侧作为备用。在第1圈空出的第2个短针上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4个锁针。在同一个位置钩织1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。在下一组空出的第2个短针上，同样钩织1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。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1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。与第1圈的钩法相同，在空出的短针上钩织21组微型针。第2圈结束，在开始的第3个锁针上引拔连接。第3圈换蓝色线，绿色线同样留在内侧作为备用。在2个长针之间的镂空处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3个锁针作为1个长针。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个长针。然后钩织1个锁针，在第2组微型针之间的位置钩织3个长针。接着钩织1个锁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
按照3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循环21次。第3圈结束，将线剪断，第4圈换回粉色线，在中间的长针上将预留的线圈勾出。首先钩织一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1圈微型针中间的镂空处钩织一个长针，后面锁一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一个长针，在下一组中间的长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1圈微型针之间的位置钩织一个长针，接着锁一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一个长针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1个短针、2个长针的顺序循环21次。第4圈结束，第5圈换绿色线，在2个长针之间的蓝色锁针上将线圈勾出。首先钩织4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在下一组长针之间的锁针上钩织一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一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钩织21组微型针。第5圈结束，第6圈换白色线，在微型针之间的镂空处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3个锁针作为1个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钩织1个锁针，在第2组中间的镂空处钩织3个长针，接着钩织1个锁针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3个长针、1个锁针的顺序循环21次。第6圈结束，将线剪断，第7圈换粉色线，在中间的长针上将线圈勾出。首先钩织一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4圈的短针上钩织一个长针，后面锁一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一个长针，在第2组中间的长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4圈的短针上钩织一个长针，接着锁一针，再钩织一个长针，按照前面这2组的顺序，同样循环21组花样。第7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按照前面这3圈的顺序循环钩到第22圈即可。第22圈结束，最后一圈钩织花边，首先锁一针，在2个长针之间的位置钩织6个长针，6针结束，在后面的短针上钩织一个引拔针。我们按照6个长针1个引拔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21次。包身的部分完成后，接下来我们制作包带的部分。首先利用麦穗包带的钩法编织提手的部分，然后利用虾辫的钩法编织肩带的部分。这2款包带可以到我的主页搜索麦穗包带以及标准虾辫。现在我们这款郁金香花篮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